而另外，我们必须来看看国际间的确看起来有很多地方都有动乱，尤其是我们的邻国南韩，我们看到尹锡悦有可能会被处以内乱罪。最重的刑度是判处死刑哦。这是南韩检方所成立的搜查本部，现在发现尹锡悦不仅参与戒严的决策过程，甚至还出手修改戒严令的条文，所以犯行重大。而另外呢，他有可能变成南韩第一位在任内被捕的总统哦。根据南韩媒体的报道，尹锡悦被逮捕的可能性现在越来越高了哦。那有传出来一个事情是说，他不想要提早下台，反悔哦，他反悔了，他宁愿被国会弹劾，因为一般认为执政党后来没弹劾他是跟他谈的条件。那现在他反悔了，所以据说尹锡悦身边的官员说，这个尹锡悦已经决定比起提早下台，他更宁愿在被国会弹劾之后，由宪法裁判所审理弹劾案，因为可能这个所谓的这个检方所组成的搜查本部，可能发现更多的事情，他被定的罪可能更重大。而另外呢，执政党说有几个方案，至少是2个方案来因应这个尹锡悦下台，包括第一个方案是明年2月下台，然后4月实施总统大选，以及明年3月下台，5月进行大选。说来说去，还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这个政权，巩固自己的这个势力，巩固自己的这个在位的正当性。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弹劾的几率有没有可能越来越高？讲的是第2次的弹劾，因为第1次失败了嘛，第2次会发生在14号的下午5点再度表决。据说现在已经有10个执政党的议员愿意支持弹劾，如果是这样，那就翻过来了因为其实反对党只差8票，如果有10个人倒戈的话，那弹劾案就成立了。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尹锡悦案警方对峙4个小时，还被挡在总统府外。讲的是这个特别搜查团跑去总统办公室要去搜查，可是在外头跟里面的这个总统府的人对峙了4个小时，还是没有办法进去可能里头是不是在灭证呢？而另外我们知道上一次被弹劾的总统叫朴槿惠那尹锡悦很怕步上他的后尘据说他现在想办法要脱身他在召集跟他关系密切的有利人士，要组成辩护团队希望可以避免这一切的灾难。因为2016年当时的朴槿惠总统他被弹劾，立刻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一样这个历史重现，民众上街抗议，然后他弹劾成功了，下台。这个那个民间这个南韩的这个民间的能量其实是蛮高的。而另外呢，尹锡悦72小时逃亡倒数，有人帮他模拟了一些可能性这个蛮戏剧化的，大家看一看。包括第一个可能性是要求美国庇护进乌山空军基地，然后搭乘专机赴夏威夷因为大家都在编剧嘛，都在想说跟韩剧的情况很像。那有一个可能是他再度下令2次戒严，记得吗？那个时候这个消息也甚嚣尘上，说他又会下令2次戒严，第1次失败了，他可以再try1次。可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军队应该不太可能服从。从第1次国会在表决的时候，戒严令表决的时候，我看军队也没有很配合有一点这个故意让民众过去，故意让议员进去那第3就接受了朴槿惠的命运将近10年前的那样子的一个历史的轮回。而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朴槿惠尹锡悦他的学长也是前国防部部长金龙显遭到逮捕传出来他试图在狱中轻生，因为他现在名声也很臭嘛所以有人说他想要这个想不开走上绝路其实南韩很多政治人物也好几个都是这样子离开的。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尹锡悦倒台之后所有跟他有牵连到的东西看起来都被唾弃价值也直落，包括过去他曾经带过一款纪念表，这个纪念表呢当初价格在20万韩元左右，大概是台币4万7，那今年初已经降到了10万韩元那戒严之后更是一路下滑
跟着他的政治的行情一路往下跌。据说尹锡悦的那个高中啊，那个学生高中生现在都不敢穿制服上街了，太丢脸了啦。来请教老师，这个就是全民公敌就是说，如果有哪一个政党或者哪一个领导人想这个违法乱宪我觉得人民要全体共逐之因为当我看到韩国宣布戒严的时候，台湾的立法院有绿色的，不知道是哪一位人士到目前为止赖清德不肯把它查出来，还登了一个响应呼应韩国戒严令的这样的一种行为跟举动，你就可以知道，到今天不把那个人查出来，这代表什么？有没有在护短的意思到今天都还不肯查出来，不是那么难的事，一点都不难的事，完全不查出来，你就可以知道在护短。那如果在台湾有人敢宣布戒严，要人神共愤，全民要站起来驱逐之。我就要像韩国人那样有意志、有斗志、有决心，要够狠、够硬对于这样的一个想要弄权力的人，绝对不要饶他。尹锡悦目前面临的几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韩国的国会通过了一个常设的独立检察案这个国会已经通过了210票通过，反对党尤其是韩东勋在玩两面手法，韩东勋他不断的反复复，从反对戒严到支持戒严，再到反对戒严，结果呢，韩东勋要他的派系的23个人，然后投票支持通过这个法案。但是大家在问的是，你本身支不支持弹劾？因为大家在乎的是弹劾。那你可以看出来，他原本说尹锡悦大概在6、7月下台，5、6月下台，现在压力太大了，往前挪到2月，2月的时候才下台。为什么2月？2月下台以后，那么再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选举，要60天嘛。这个时候李在明大概官司案就定了，他等待的就是等李在明官司案定了，李在明不能参选了。这个时候他想说他可以代表国民力量党，还可以来参选，所以他一方面又要讨好选民，二方面他又要拖延，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政治操作，其实韩国人看得很清楚，他们脑袋清楚那我们看到了目前尹锡悦的麻烦是刚刚这个检察，这个独立检察，第二个就是国家警察厅所有的检察厅他们已经开始要去侦讯尹锡悦了。第三个就是检察官，就是您刚刚看到了，在这个总统府跟他们对峙4个小时，还不得其门而入的，他们要侦讯总统府。现在问题是尹锡悦还是现任总统，他有权利拒绝侦讯，所以你能对他怎么样？他不辞职，他不下台，你国民力量党也不支持弹劾，所以他还是总统，他还是总统。对不起，你侦讯他侦讯不得，他有这个法律的保护，宪法的保护。所以当人民越来越愤怒的时候，那接着就是要靠政治力量了。靠政治力量要靠什么呢？靠人民的愤怒。人民的愤怒，那当然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共同民主党等在野党要再度的提出弹劾，而且他们说弹劾没过，每个礼拜六就弹劾，一直到他下台为止。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国民力量党的很多的议员，他的名字、他的照片被被韩国的主流媒体全部公布，都登出来，全部都登出来，说他们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然后他是哪个选区的，全部都公布。我们也看到了。他的服务处已经被丢鸡蛋的丢鸡蛋，送挽联的送挽联，这是韩国人民表达的愤怒。如果礼拜六弹劾案再没通过，人民的愤怒一直升高，群众聚集越来越多，罢工、示威、抗议的人数越来越多，大学生现在已经开始加入了。当大学生越来越多人加入的时候，如果一旦实施罢课，那情绪从和平、示威、抗议到最后演变成为朴槿惠时代的更激烈的动作的时候，这就不能排除了。那到那个时候，你国民力量党再同意支持弹劾，那你来不及了。对，所以我觉得国民力量党要审时度势如果再不赶快下这个决定如果再不赶快在礼拜六的时候赶快下这个决定，我觉得国民力量党的韩东勋为了个人自己谋利益，然后最终的把整个党
葬送。我把整个党葬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严重的事情，所以看起来目前尹锡悦可能是韩国史上第一位在任上就下狱的，就下狱的总统，这是相当有可能创纪录了。对，第二个，尹锡悦已经注定了，他跟他的家族从此以后在韩国蒙羞，即使他逃到了美国去，但是他永远会被我们亚洲的国家，或者是整个韩国的历史写上有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韩国的过去的总统。我觉得一个领导人啊，想清楚、想明白，你的太太、小孩、父母、孙子，有人孙子在美国啊，这个都要小心哦。就是千万不要搞戒严在台湾。是这个都说哦，当上总统是祖坟冒青烟，可是你看看尹锡悦搞成这样，被万人唾弃，真的是很唏嘘哎。你这句话那个是在中国或台湾当总统祖坟冒青烟，在韩国当总统祖坟冒黑烟，10之8九都要被关，下场都不太好。所以这个是韩国的宿命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尹锡悦他自己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判断，那他自己本来就应该要面对现在在他眼前一个状况。我真的觉得他勇敢一点，就直接自己辞职下台接受调查。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是最好，对整个韩国也是最好。你拖得越久，韩国的暴乱就越大。现在国民力量党正在庇护他，可是已经庇护到现在韩国人是群情激愤，不但把他们这一些国民力量党这一些没有投票弹劾的这些议员的名字全部登在头版头条，然后现在有人见到他们就开始攻击他们，真的，对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然后如果持续一天拖一天，一个礼拜拖一个礼拜，这个暴乱会影响到多大我不知道。我们大家过去都亲眼看过，韩国人抗争跟台湾人完全不一样，来真的，他们那个头破血流是家常便饭，是打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希望还对韩国有一点点责任心，我真的觉得他早就应该辞职。但现在他显然不是这么想，他还寄托在宪法法庭，他还想说宪法法院呢，到时候我就直接给他审判啊。因为他的想法大概是因为现在9个大法官里头有4个是他任命，对，然后有5个有2个是国会选出来，另外3个是文在寅他们那个时代出来，所以他大概还有一点侥幸的心态。可是我觉得没什么好侥幸的，为什么？因为当民意已经愤怒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觉得你拖延这种实质是没意义，而且你等于在害这些大法官。我就看，万一这个大法官真的做出违背民意的决定的话，我不知道到最后会不会连法院都被人家打进去。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产生这样的状况。然后你也不要再害美国人了。你现在还有人帮他计划，说逃去美国，逃去美国，你在害他嘛，对不对？你要知道，我那个尹锡悦这一次发动政变，很多人在想背后是不是美国人在策动？对。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收容你，他让你流亡，不是坐实了当初就是美国人在主导这件事？对。那你觉得川普愿意担这个责任吗？你觉得拜登愿意吗？没有人会担这个责任的。所以我觉得不要害人害己。现在你如果还为自己的政党着想，如果还为整个韩国着想，最明快的方式就是下台。那我也必须说了，他大概也是预料到自己下台之后状况恐怕比朴槿惠还要惨。因为你要知道，他不是他一个人有问题，他太太也是有问题的。对，会不会到时候他跟他太太2个人一起被关，就跟我们的陈水扁跟吴淑珍一样？我觉得这可能性非常之高。将军怎么看？我这边找到我当年入伍的时候，我宣誓的誓词。其实赖教授跟我一样，这个事实你一定也有。我念给大家听哈，这真的是我那时候我还找出来，我还留着到现在。第一句话叫什么？我用念的好了。于是以至诚，献身革命，效忠国家，保护人民。这是军人，我想赖教授一定记得这句话。这个我们当军人就是要保护国家。这个要效忠国家、保护人民的。那今天来讲的话，韩国军队他的国防部长做这种事情，是所有全世界军人之耻。因为你不但不效忠你的国家，你还残害你的人民。那你今天居然在狱中，不管你是要被轻生，还是自己真的是轻生，我特别要讲，你是懦夫，而且懦夫到极点，违背你当初去当军人的。他是士官学校毕业。后来一路晋升到中将，你也是军人出身，你要有一点军人的骨气。你今天敢做这种事情，那你就要为自己军人的骨骼来负责任。你这时候应该要做的事情是
勇敢的接受人民的调查，到底这件事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是总统指示你这样做，还是你自己要向总统来建议？你建议的目的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时候李显龙来讲的话，应该要做的事情，李龙显应该要做的事，对李龙显应该要做的是这个事情，而不是在狱中采取轻生的方式，让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没有见到真理、公道、真相的一天。这是我特别要对军人所讲的话。但是金龙显。那第二个我特别要说明的，这次来讲韩国，我觉得当然他的政界这些政治人物受到很大伤害。我觉得韩国的军队来讲，也受到很深的一个伤害，因为你身为一个国防部长，你居然欺骗自己的军人，去做这个戒严，去做背叛人民的事情，这是非常可耻，也非常不应该的。那尤其是我们看到707他特种部队指挥官出来含着眼泪向全民道歉，我反而认为这个指挥官有军人的气魄。你做错了，我就道歉，对，我就把事情真相跟老百姓说清楚。那如果说这件事情，这个韩国国防部没有彻底的调查清楚，我觉得对军心来讲是一大打击。试问你们以后，你们韩国的国防部这些将领，你怎么去指挥你的部属？你怎么让你的部属信任你说我现在所下的命令是效忠国家、保护人民的命令，还是说你只是为了政客去下这道命令？我觉得这对这个军队的伤害是无可替代的。像我们军人来讲，其实是很单纯的哈，这没有什么心机，也不懂政治，我们只知道效忠国家。那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认为你给我下的命令就是保护国家、效忠国家、保护人民嘛。那你居然事后证明你是在欺骗我，我觉得对韩国的军心是很严重的一次的打击。所以这个影响其实难以估计哦。我们现在只看到头而已哦。像这些特种部队的人，他们第一时间接到命令是要去打或者去防御北韩的入侵，就到了目的地发现啊，怎么会是国会？我面对的会是国会议员，他们整个是满头雾水哦。所以未来大家还要观察韩国社会哦以及他们军队的状况。不过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战场，在乌克兰，据说哦现在前线的乌克兰军人很无奈。因为他们遇上的是绞肉机战术哦，说是俄罗斯呢是采用这样的战术哦，在乌东的顿内茨克大有斩获。他们怎么做呢？据说俄罗斯是把囚犯哦，把它放到战场上面哦，等到像是炮灰这样，讲起来是很残酷啦哦，消耗乌军，然后再调动正规军攻城略地。所以乌克兰有一些军人就讲哈，这个俄罗斯呢就是一波波由男性组成的小队哈，一支搞到我们乌军精疲力竭，所以看起来泽伦斯基现在有一点点各种的无奈哦，各种的难处。所以呢，像是这个美国独立机构战争研究所就说，俄军看起来有进展，可是是用很惨重的伤亡换来的。这个数字看起来我真的是惊心动魄，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他是说，俄罗斯每夺取1平方公里就得阵亡53人。好，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解析一下。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这个乌克兰到底死了多少人？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估算，可是现在其实不知道没有正确的数字。泽伦斯基自己讲，全面战争开始之后，乌克兰有43000名士兵牺牲，然后有37万士兵受伤。可是川普说乌克兰已经损失40多万步兵，这两个数字差很大。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要不要降低征兵的年龄，泽伦斯基是已经拒绝了啦他自己呢也在这个应该是 Twitter 上面讲说这个普京只怕他泽伦斯基或者是中国大陆，我不晓得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而另外我们看到这是最后的挣扎吗？泽伦斯基说你外国军队赶快进来，一直到我加入北约为止这个我觉得他这是鬼打墙，因为他一开始会招来战争，其实就是因为要加入北约嘛。那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个普京是不是也是在做困兽之斗？西方的媒体是这样讲的说他可能最后就是放大招、放大决就是核武。这个其实战争一开始就在讲了。可是普京讲说我没有要升级核武的使用方针，现在只是要提升针术导弹的系统说是这一款导弹破坏力也是非常大。而另外北韩不是跑去帮俄罗斯打这场战吗？至少在乌克兰的这个土地上，我们
外界有发现北韩的确有派兵去，所以为了要感谢他们俄罗斯是回赠给北韩米格29还有苏凯27，所以让北韩的空中实力大升级。你看现在南韩又在乱，这都是有联动的啊！万一北韩有什么不好的念头那不得了就是连锁效应。而另外呢，拜登快下台了，可是现在传出他要抓紧最后的时机来制裁俄罗斯。说是如果你买俄罗斯石油它会实施像是类似伊朗石油的限制就是你跟他们买，我就把你买家面临更大的惩罚。可是我们算一算会去买俄罗斯石油的，现在看起来印度跟中国是前2名是主要的消费者。可是这个举动可能也会充满风险像是中国大陆还有印度可能也得罪不起。那另外呢，因为叙利亚的局势有变化，阿萨德已经逃跑了，所以呢，卫星影像显示俄罗斯在这个地方的布局也有一些调整说是俄罗斯海军的军舰已经离开在叙利亚海岸塔尔图斯的莫斯科基地这个船舰已经开走了，还有一些船舰已经在近海处抛锚停船，停在那个地方。那阿塞德现在已经接受了俄罗斯的庇护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莫斯科就是俄军在当地有一些驻军还来不及撤现在说是在请求安卡拉，也就是土耳其来协助这些俄罗斯的军人撤退像 CNN 的报道就是说，阿萨德的垮台对普京造成了大影响不晓得对俄乌战场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外溢的效应。而另外呢，俄罗斯说准备在跟美国交换囚犯这是来自于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这个此举有助于改善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那当然我们看到呢，连续3个月这个俄罗斯就安排人到中国大陆来做访问，尤其是军事安全会议像这样子的一个人士。那我们看到这是梅德韦杰夫现在已经抵达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了，计划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会晤。可是跟谁谈？现在中国大陆这一对这一造，我们不知道是谁。来，先请教将军。我觉得我特别解释一下什么叫绞肉机战术这是非常残忍的战术。那有没有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经常发生过在2次世界大战，比如说伊拉克跟伊朗2个国家战争的时候就用这种战术。那国共内战也用过这种战术它是什么样一个战术理念呢？就是我要冲锋，我要攻击这个碉堡，这碉堡里面是机枪，那机枪不停的射击，这时候我叫什么？叫一群老百姓去冲锋，然后这机枪就不停的扫。可是为什么它还可以冲上去呢？为什么有效呢？因为机枪大概打上300-400发以后，子弹那个枪管就整个是红的，你知道。所以我们有时候你要看到，就以前有那种小便的方式，有尿要把枪管让它冷却下来，不然那枪管会膨胀弯掉，热到你枪管会变红的，你枪管就没办法打了。那现在新的机枪，所以现在机枪都换枪管，就是一挺机枪里面它有2支枪管，这支打了300发以后，立刻把这枪管放到旁边让它冷。所以以前还有水冷式机枪所以机枪射击的速度不能超过一定的弹数，不然就变掉。那你老百姓不停的冲锋，他机枪不停的扫。我跟你讲，这些老百姓后面是什么？就是所谓的督战队。在督战队来讲，你对我来讲，我督战队就把你毙掉了。所以你往前也是死，你往后也是死。你往前来讲，或许你还有活的机会，就是敌人机枪射击的空气之内，你冲上去大概这是非常残忍的战术。但是我要特别说明，这种战术是弱势对强势才会用这种残忍的战术。那俄军来讲，会不会对乌克兰用这种战术？我认为是不会。现在俄军很明显他是强势，他没有必要再去牺牲这些士兵，不管就算他是囚犯，也不至于会去牺牲了。所以我觉得是乌克兰为自己失败找一个战术的理由。那之所以说土尔图斯港的话，对俄国来讲确实是很大一个挫败。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俄国要支持阿塞德政权，就是图他这个港口。这个港口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唯一一个军港，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后续可以观察这个俄罗斯到底会不会放弃这个军港？我觉得他不会，因为这对他来讲很重要。他太多方法，以前我支持你，对不对？你现在你垮台了，我支持现在新的政府，是一样，我可以获得这个港口。所以我觉得国家跟国家之间只有国家的利益，绝对没有道义上面。那他收留的阿塞德，其实已经人尽义尽了。那这个港口，我觉得俄罗斯应该是不会放弃，他暂时将船舰离开，
然后当跟新的这个 HTS 政府谈好之后，他军舰应该就会回去，那不可能放弃这个港口的。对，那各国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角力了，比如说伊朗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没办法对这个真主党来讲，利用这条路线来做诱捕。那对伊朗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挫败。那后续美国、那以色列来讲，就利用这机会大张旗鼓的扩展它的领土。所以每个国家利用这机会来，都是为自己国家利益在做打算，绝对没有仁义道德可讲。眼看着2024快要结束了，没想到世界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看中东的局势持续动荡，而在乌克兰的战场看起来也没有停止战斗的迹象。老师，我相信这一次打了快3年的一个战争哈，乌克兰的军队跟俄罗斯的军队都死伤很惨重，不然的话，俄罗斯怎么会向这个朝鲜要救兵呢？所以朝鲜派1万多人去，那就是代表俄罗斯他也是死伤很重，乌克兰也不例外嘛。乌克兰已经不断的下修这征兵的年龄然后甚至现在还考虑到要征用女性来当兵，这代表什么？死伤惨重。所以泽连斯基说，他们只死了4万多人，没有说诚实话。川普搞不好泄底了说死了很严重，所以乌克兰才会到处缺军人嘛。可是我们一般来看通常战败的国家，战败的这一方，通常都会推卸自己的责任，说不是我的打得很烂，不是我很差，是对方实在是太不人道了，用奥博，用绞肉机，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一点都不陌生所以这种讯息大家听听就好，不要信，因为我觉得以俄罗斯现在的火力占有绝对的优势，兵力多4倍火力占绝对的优势，为什么要用绞肉机？这个划不来这个没有人这样打仗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新闻都听听就好。另外，我个人认为说，朝鲜跟俄罗斯的这一次的合作，对朝鲜收获真的很大不管是它的导弹技术、核弹技术都往上跃升，现在连战斗机最新式的战斗机都可以给它了。当然，这不是最新的了，但是这款战斗机还是可以跟 F-16来 PK 的，当然不能跟这个 F-35来 PK， 可是可以跟 F-16来 PK 的。我觉得这个对于韩国来讲，它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尹锡悦真的是做错了一件事，这件事实在是尹锡悦对不起韩国的国民。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有讲，就是说你不应该介入俄乌的战争，你把武器弹药送给乌克兰的时候，俄罗斯已经警告你，你这样做我一定会报复。那你还是做了，他就报复了，他就把技术移转给这个朝鲜，现在更把武器给了朝鲜。那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害死你自己的韩国人？我觉得一个又搞戒严，又害死自己韩国人的总统，我还是觉得应该是辞职下台以谢罪吧。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请教彬哥怎么看？我老实说，乌俄战争双方的死伤数字，其实说真的没有人知道。我甚至怀疑，搞不好他们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因为那个泽连斯基今天讲说，乌克兰到现在打了2年多，你到现在只有43000名士兵阵亡，你确定真的只有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至少乌克兰现在还有2000多万人口吧？你就是扣除掉跑掉的被占领的你还有2000多万人口，你只阵亡了4万人，然后你会面临到兵源短缺到必须要去征18岁来当兵，你觉得会遇到这种状况吗？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性实在太低。那当然双方死伤都很重，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问题是战况显然是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是比较不利的一方。那现在整个看起来状况就是非常的不妙。你虽然泽连斯基现在是硬挡住，说我不会再往下把那个征兵年龄往下调。可是问题是你战场上你的有生力量就是不足，那你说美国或是西方这些盟国还能够提供他多少资源？我看起来是非常有限，因为拜登只剩最后这1个多月，
它再能够提供还是那些东西而已。那西方这些国家嘴上一个个讲得很漂亮，可是你看他们实际给的东西也越来越少。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到底要怎么去支撑下去？我真的是非常疑惑，所以他才会在跟川普。你看他最近密集的跟川普会谈，可是你看川普也是非常老奸巨猾，他其实没有承诺任何事情。讲实在话就是这样，所以泽连斯基才会去把中国大陆也扯进来，说也许这个普丁也会怕中国大陆。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最近对岸到底有做了什么事情吗？因为不管是我们的国安系统或是国防部，都告诉我们，对岸有3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演哦。看到这个标题，大家都很害怕，说哇，被爬过来了吗？哦，阿公要打过来了吗？哦，我们先来看看呢。其实，在赖总统出访前，路透这个通讯社就报道说，赖总统出访，中国会启动联合利剑 C 的军演，不是出发前就是回来之后哦。可是像这个我们的国防部跟国安系统所谓的最大规模军演，是不是就是联合利剑 C 呢？哦，很多人其实都打了很多问号，满头雾水，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而陈辉文上一个阶段的这个来宾更说，路透在帮着赖总统说谎哦，所以我们现在来厘清这一项好了。你看到各种快讯哦，媒体不断的出来，弄得人心惶惶。像是这一则64架共机这个基建出海四面环台，1996年来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国防部更进一步的说明，有53架次的共机四面环台，其中如何啊？看起来真的很害怕。还有人问我说：“天哪，要打仗了吗？我要准备什么？”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包括国安人士也讲了，说共军的海上行动部署长达70天哦，真正的目的是赶在美国新旧政权交接期做出战略威慑的样貌跟态势。可是现在问题来了，路透社也是路透社，他报道引述的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军方官员说，中国大陆在东海跟南海的海军部署有所增加，可是没有像我们的国安系统说的那么恐怖。他说跟过去其他大型的演习一致所以我到底要相信谁呢？到底是谁在对我们做认知作战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过去的这个赖总统出访前跟出访后那个时间点我们看到的包括什么联合利剑演习呀这个2个星期前是这样讲的，2个星期后又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就在说嘛，我们有时候很多讯息太多那政府到底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比较确实的事情呢？包括这一次我们看到军方的说法是这个中国大陆在沿海保留7大块空域你看到蓝色的没有？像狗皮药膏在他们的从江苏一直到广东这样沿海一直贴的这个蓝色的空域，说是禁航区。那过去如果说是对我们台湾，像是利剑 B 呀、利剑 A 呀，不是都是这样狗皮药膏贴在我们台湾附近吗？这个针对性很强，我们知道这是演习，而且是围台军演。可是这一次明显不一样啊。那就有人讲，有没有可能是在做他们自己的沿海的保护要地呀？因为你看到这几个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都是中国 GDP 排名前几名的省份所以是不是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呢？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张晋，他也是军事专家嘛，他就讲了，他说我们的国防部乱诌乱翻译，什么意思？空域保留区到底什么是空域保留区？叫做reserve area。过去我们只有听过限航区啦、限制区啦、空中限制区啦。Reserve area 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他们就直接翻过来说叫做这个保留空域区。那这个张晋的意思是说乱翻一通那好像感觉上也是因为过去比较没有听过像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因为这一次紧急的事件被至少国防部是说很规模很大很紧急，所以
我方不排除喊停什么呢？双城论坛哦，有可能是因为对岸的军事压迫，所以我们要喊停了啊。陆委会说各种的状况都在掌握研析当中。今天早上国安会也在做开会哦，可能要讨论最终的版本。不管是开还是不开啊，美中之间的角力啊，老实说无所不在哦，一直不断的在角力。我们看到川普前几天不是接受他们电视台的访问吗？说是哦，这个记者还有主播问他说会不会协访台湾，他没有承诺，他拒绝承诺哦。川普的说法是3天前我才跟习近平通话，我没有跟他谈这件事情。而另外呢，包括关税啦，还有美中贸易战啦，到底谁会是赢家呢？我们看到习近平有回应，他说关税战、贸易战和科技战违背历史潮流，不会有赢家。那中方愿意与美国政府保持对话，扩大合作来管控分歧。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众议院本周表决法案，有可能会禁含大疆在内的2间中国企业在美国销售无人机，因为我们知道大疆在无人机的领域是领先的，所以有可能会制裁他吗？来，先请教彬哥。我觉得这个我们一直在喊演习啊，因为喊到大家都已经麻木了。从赖清德没有出去之前就说要联合利剑溪，然后回来了还是没有，然后现在终于兜一兜把这个全部都弄了，就算是老公对我们演习了。虽然没有演习之名，但是我们认定它就是演习。那可是问题是，这个演习范围会不会太大一点？从日本一路延伸到南海，这么长的一段距离，这个是针对台湾的演习，会不会太奇怪？然后他一直在不断的讲说，哇，解放军军舰全部包围台湾啊，怎么样？有吗？实际上你去看，那里头一大堆其实是海警船。然后他演练的科目是什么？你看他里头演练很多科目是他们自己遭受攻击了，比如说他的战备跑道被攻击了，他们怎么样去维修恢复那个战备跑道？这看起来像是攻击型的这个演练吗？看起来比较像防御性的吧？那请问一下，这个演练冲着谁来？你这么大的一个区域，我觉得这个演练是在针对美国或日本在未来有可能攻击大陆本土的这一些攻击，他们在进行一个准备。因为现在看起来世界越来越不平静，那双方的冲突好像越来越多，那也不知道川普新上台之后会干嘛，所以我觉得大陆是在进行这一方面的演练。可是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过去就是民进党一直告诉我们没事，叫大家千万别抬头，什么东西都当作没看到。那这一次拼命告诉你说要演习，奇怪，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反其道而行？我个人认为就是故意的，就是他希望创造一种态势，就是这一次赖清德去了美国之后，跟美国之间合作无间，美国给他的待遇非常高，所以这个让老共心生不满，跳脚，玻璃心又碎了，所以才故意要用演习来去威慑台湾。可是问题是，人家就没有啊，人家从头到尾就是一副随便你啦，你高兴去就去。为什么？因为赖清德这次去的规格其实很低嘛，所以看起来美国已经给了大陆面子了，那大陆干嘛没事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大陆是在做他自己相关的军事演练。可是呢，我们就非要说他是演习，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抬高赖清德出去的地位，让大家觉得哇，那个老共很注视赖清德，赖清德这次外交又成功了，就是这样子而已。赖清德自己都把这次的外交在那边讲个天花乱坠啊，说是什么任务外交啊，什么东西的，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执行了什么任务。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种操作其实是非常要不得的。他是希望大家都很恐共吗？那我觉得更糟糕的一点就是，好，假设真的如你国防部所说的，真的对台湾形成一种包围态势，而且是史上规模最大，假设真的是这样一个演习，那我就想请教一下，那我们做了什么防范？再来讲，如果对方规模这么大，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应的一些准备动作？那我们这几天有没有看到准备动作？有，在桃园机场附近出现坦克车，然后在很多地方有一些装甲车啊这些东西做集结。那其他的呢？我们的海军空军在干嘛？我们面对敌方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军舰军机活动，我们能够做什么因应准备？还是一样，进入24海里之后再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有准备时间吗？然后他这次直接告诉你说这一次的准备长达70天呢。对，70天2个月又10天呢。那长达70天的话，那你应该上个月就知道了。
你应该10月就知道他有这个演习啊。是。那请问一下，你有警示我们吗？也完全没有啊。所以你到底在干嘛？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一路想要抬升赖清德的地位，一路要想操纵恐共政，可是呢，我觉得这个操纵行不太通的。那今天刚刚陆委会已经讲了，就说还是继续举行双城论坛，但是如果老共这些军机军舰不友善的活动再多的话，可能可能会考虑要延后。其实还是一样嘛，还是在那边刁嘛，还是在那边凹嘛。我是觉得民进党如果真的不想举办，你就不要举办啊，就真的不要举办啊。我甚至建议直接到澳门去办，因为澳门那个梁文杰说要气氛佳嘛，对啊，环境好嘛，那灯光美气氛佳，当然是梁文杰最熟悉的澳门啊。我建议双城论坛以后改到澳门。对，这个刚刚下午陆委会已经出面了，宣布暂时还是如期举办。可是如果阿共这个船再来，飞机再来就考虑延后来。我个人是这次我的看法是我比较认同国防部这次宣布的演习，因为我们军人来讲一定要料敌从宽那如果说国防部这次是配合政府的政策，是一种用欺骗国人，而且瞒这么大的谎，欺这么大一个骗，我想国防部从此以后就垮掉了，从此以后国人再也不会相信国防部，所以我姑且相信国防部所发布的这次讯息是有可能的。那尤其我特别重视是情报次长所讲的几句话。情报次长他讲的这些话里面，最后有一句话，就是国防部要留意解放军这次会不会由训转演，由演转战。所以国防部的定调很清楚，这次解放军它是训练，它不是演习，它只是会不会由训练转成演习，然后之后由演习转成作战。当然，从前天晚上开始，我几乎一个晚上没睡觉。有我也很特殊，为什么他画了这7块的所谓的空白区？以前来讲都没有说空白区，后来我仔细研究，这7块区域刚好就是东部战区的作战责任线的范围。东部作战区的司令部是在南京的这个地方，也叫南京军区。那以前我每次演习的时候，我们每次这个兵棋推演，一开始第一句话一定是这解放军南京军区改成南军作战区，也就准备开始打仗，它就名称就改成作战区。然后它的责任范围就是北从上海开始，长江出海口南边一直到福建的南边跟广东交接地方，也就是这7块区域的位置。这7块区域里面总共有20个军用机场。那我认为这次的演习来讲，我们不要说它是演习，如果你说它把它很狭义的定调成一个联合利剑来讲的话，大家会认为它是针对台湾的一个演习。但是这次来讲，它不用联合利剑，也不用演习名称，但是我认为它演练的范围，包括从内陆开始，我们看到它在这里面做这个军事上的机场的跑道抢修，然后从这个内陆一直往外推来讲，往东来讲的话，事实上我认为它已经推到快要到第2岛链。那北部来讲的话，从长江出海口南边一直到南海，都是它这次军事行动我不用演习，我说是军事行动的一个范畴。那演练的科目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一个作战来讲，它当然要考量到，如果说是我对台湾动武来讲的话，这个美国跟日本一定会加以干涉，所以我认为它这次演练的科目来讲，就是防止美军跟日军的这种进来，所谓的反介入跟区域作战，还有它一旦遭受到战斧巡弋飞弹对它的这些基地或者对上海城市实施攻击的话，它要做抢修的作业。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那为什么美国跟日本这个时候来讲突然没有很大声的这个帮忙宣传，只有我们台湾在叫？我觉得美国跟日本不愿意将这件事情扩大，有一点像是我不愿意对号入座。你虽然针对我演习，我就不讲话，以免说是若你之时是针对我在演习。我个人是抱这种态度在看。但是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们老百姓这个不管国防部他是用什么心态，如果国防部这次是以欺骗的方式来讲的话，那这个骗局也讲得太大了，那从此会对民心失掉任何作用。以后国防部在讲什么话，大家都不相信的话，
那才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刻。没有错，这个如果说国防部对人民撒谎，那真的不得了啊。我们倒希望国防部没有撒谎，但是如果他撒谎了，那相关的负责人是不是都要下台？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国防部部长面对十分惊人的、吓死人的这个基建这么多的话，国防部长没有站出来讲话，参谋总长没有站出来讲话，结果却都是那一些小官小兵出来讲话，了不起就是几个少将、中将出来讲话，参谋总长没有出来，国防部长也没出来，这个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不过，我觉得台湾的老百姓实在是太棒了啊，股市正常的起降啊，没有什么大波动，一般的老百姓不把它当做一回事。而台湾的国防部也好，跟国安单位也好，还有绿营的这些智库啦，然后还有绿营的媒体，每天吹了很久，但是呢，好像在台湾不动如山，我们的老百姓不动如山，就说他吹了半天，大家不动如山，大家再看一看这个来龙去脉更有趣了。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来呢？最早的时候是台湾的不具名的国安人员告诉一个《金融时报》长期跟民进党合作的一位记者，那位记者就在《金融时报》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路特社就转载，然后呢，绿营的媒体就根据路特社跟《金融时报》，马上就再转载回到台湾来。转了那么一圈，很棒。第二次呢，就是路特社的媒体出来了，引述的也就台湾国防部的这个消息。结果呢，我们就等日本是不是说史上规模最大的吓死人的军演？结果日本的媒体静悄悄，这个不太正常吧？日本的情报收集能力绝对不差，日本对于解放军的一举一动，连导弹的一个试射，日本都比台湾更早公布。那怎么会日本静悄悄呢？好，那我们就来看看，那美国的印太司令，那应该最重要的管整个太平洋战区了吧？结果美国印太司令部静悄悄，结果到最后由美国的不具名的官员，军方说没有啦，这演习规模没有比以前大了，然后那个基建的次数也都差不多，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整个一场戏，所以我们已经连续2天请国防部把你所收集到的史无前例、令人十分惊讶的基建，也就是大陆的海军跟海警船，至少你公布旧的资料嘛，不泄露情报的情形下，告诉大家它分布在哪里，有几艘，是什么型号，然后是什么，例如说哪一个船，哪一个名字，我觉得这个部分不是机密嘛，公布一下，大家看一下嘛。是。所以这个当然啦，我们自己还是要做好准备啦。只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在不泄密的状况下，让我们知道现在实际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不要让我们猜来猜去。